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的装备算不算合格呢？这个在越南正常情况下是这种装备，但是我要拍视频，要录音录像，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什么也看不到。阮之青路和另外一条路呢，形成了一个三角地带。在这里呢有个小公园，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市民在这里乘凉。我为什么要介绍一下阮之青路呢？因为阮之青路给我的感觉啊，这种法式的树啊特别舒服，而且这一条路上的树保留的相对是比较完整的。阮之青路这条路并不长啊，但是有两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呢是阮之青路这个路上啊，这条街全是卖这种佛教用品的，一些佛像啊，一些那个祠堂的那个佛龛啊，还有一些蜡烛啊，这种店特别多。阮之青路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这种寺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上面全是越南文，没有中文。这个寺庙建的是确实很漂亮，很高，也有很多的信众在这里叩拜啊。那阮之青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呢，还有就是它这个上面的法国人当年种下来的树，这种树已经很多年了，有的树很粗啊，有的树相对细一点。这条街上呢，全是这种法国人当年留下来的树，就是最少也都是50年以上的历史的，所以非常壮观，给人感觉特别好。那我昨天我带着朋友从这里走啊，就是我朋友说，哎，这条路怎么是栽树栽了一半呢？实际上这条路是拓宽的当年法国人在统治的时候，那个只有左边这一侧是道路，那右边这一侧呢是后来就是又拓宽的，所以这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有这么粗的树了。这条路我现在所在的路段呢是第10郡的生活区这里住的越南人、华人非常多。这边有胡志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这个房子的建筑呢，肯定都是75年之前建的，保留到现在，还是看起来还是蛮新的。这应该是一个高中吧。这里有一个转盘，左前方呢是到圣女贞德堂第5郡那边。中间这个雕像正在维修。那在胡志明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夹角的地带，就是有个很小的一个公园。因为这边的路它不是像北方那样横平竖直，它很多路都是斜的，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夹角地带。这边的道路就是比较宽了，现在是4车道了。这个道路应该也是当年法国人留下来的这么宽的路。这个道路的两边，这个古树茂盛，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白天特别热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清凉。
啊，路边的咖啡店啊，很多越南人就是搬个凳子靠着马路来喝咖啡。我觉得这是越南的特色啊，在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很难看到这样的景况。啊，这里是有一个小区啊，这里有一个小区。在胡志明的老城区啊，它这种公寓啊特别少，因为这边的房子啊，如果拆迁的话，比较麻烦，它的产权都是私有制的。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是越南人啊，我这里包括华人啊，因为华人也是越南人的一部分了。就是越南人呢，他是不愿意把自己住的房子拆掉的，他想留给后代子孙，然后想把自己的房子建设得很漂亮，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很多心血倾注在里面，他们是不愿意住公寓的，啊，所以就是在越南是没有办法进行强拆的。像这种建筑风格的房子，肯定都是75年之前留下来的。啊，这棵树真的是非常高啊！这种老式的建筑啊，真的特别多。特别喜欢这种咖啡店啊，就是路边一坐，一杯咖啡可能在1.5万越南盾左右，啊，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天，特别舒服。越南房子的特点呢，就是高瘦的，啊，这一点就是取决于它这个建筑的宅基地的宽度，有的宅基地是非常宽，有的只有1米左右，然后几十米长，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就是一个，跟纸片一样的，所以在西贡呢有非常多的那个纸片楼出现，因为这种地方寸土寸金嘛，哪怕1米宽的话，他们也会盖成楼房。啊，这样的话楼房就盖得特别高，然后也特别窄，感觉这个风一吹就摇欲坠那感觉。在第10郡靠近11郡的地段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商店会出现华文，啊，会出现中国字，因为这边的华人的密度也越来越高了。其实刚来越南的时候啊，对这样的就是带着斗笠，然后推着车子卖东西的，我觉得特别有越南风情啊。特别是在烟雨蒙蒙的时候啊，下一点小雨，啊，天空中飘点小雨，这个街道上出现一个阿姨啊，或者一个女士，啊，推着她的车子，然后带着斗笠进行叫卖、进行贩卖，哇，这感觉真是，太有画面感了，充满着越南风情的诗情画意。
这种场面呢，也时常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就是江苏啊，江苏的一些城市，比如苏州、无锡、常州这种地方，这种烟雨朦胧的那种小桥流水那种感觉。所以呢，我经常是把西贡和江苏那边几个城市进行对比，觉得很有很多这个相似性，给我的感觉都像家乡一样。这里是胡志明的三甲医院，就是大水沟医院。这个医院在越南胡志明市非常有名气啊。然后医院的对面就是一个小巷子，这个小巷子烟火气儿特别足。那我们进去转一下吧。因为每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都有类似于这样的巷子，因为它要保障就是住院的家属陪床的家属有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居住的条件，一个就是餐饮的习惯，还有购物的东西也就是周边的配套设施这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样，就适合平民化的一些基础设施像这种小巷子呢，它是满足了住院的患者的需求在附近吃点饭也很便宜离医院又近，然后呢就是附近的小宾馆小旅馆也能住，这边购物也非常方便。这是小巷子里的小巷子更小的小巷子，里面那个烟火气儿特别足我特别喜欢逛那种小巷子。但是今天咱们的主题是阮志清路，我们再次回到阮志清路上来。这大水沟医院呢，和对面的一个大厦就是做了一个这种过街的天桥，方便市民通过。这里还是阮志清路我们已经回到了阮志清路。这个阮志清路路口明显感觉到特别拥挤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流量太大了。过了大水沟医院呢，其实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11郡。我刚刚说过，就是这条街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卖这种佛龛佛像以及佛教用的灯烛这边已经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而且是各有特色。像这种佛龛有木质的，有玉制的，还有很多是佛教的用品我有些东西我也没有见过，也叫不上名字来。还有这种木雕的佛像。其实我在中国待过好多城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规模的，一条街上全是这种佛教用品的街道。可能是我去的地方太少吧，就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人卖佛教用品的，大部分都在这个寺院附近，卖的东西巨贵。这个房子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应该是很多年了，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到了11郡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建筑啊，稍微的比10郡的要好一点，因为11郡呢都是后来建的，啊，有一些这个在大概100年前吧，有一些这个新富的人啊，就在这附近开铺。然后我朋友说，100多年之前呢，这地下啊很多都是那个野地啊、坟地啊、荒地啊，都是后来华人一代一代努力开垦。然后才有了今天的面貌。在越南，我就觉得越南的僧侣啊，他是真正的僧侣啊，他们是赤着脚出来就是，怎么说？不能说讨吧，我这个应该说化缘，对不对？啊，真正出来化缘的。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个路口就是2条路都很漂亮啊，都是值得逛一逛的。哎呀，对，不小心拍下了一场车祸。我们来看一看越南人是怎么处理车祸的。那个小伙子直接就没有道歉就直接走了，啊，这边这个大叔啊，特别生气。其实我看到更多的呢是，就是大家都没有怎么摔伤啊或者什么，然后笑一笑，握手言和，就是各走各的。啊，事实上也是，如果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呢，大概率是2个人都各自走开，啊，不会在路上纠缠啊，或者说出现那种打骂的情况，啊，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因为2个人摩托车擦碰，就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摩擦吧。其实这里我们就来到了水饺街，第11郡的水饺街。沿着这个房子啊向里，大概10几20米就有很多水饺店了。晚上的时候人特别多，那白天的话，水饺店是没有开门的，也没有食客来到这里。在阮志清路的路头啊，就是在路的尽头呢，它这个法师的树啊，越来越少了，逐渐的变得稀疏起来。